陆明，你不是最喜欢算账吗？今天当着大家的面，把你那个1200万的大平层，还有赵思思小姐肚子里的孩子，这笔账也算一算。恒强集团托管资金账户。哇，陆明，你胆子不小啊！陆明，你怎么赵小姐，作为职务侵占案的共同受益者，你现在离开恐怕不太合适。你是谁？徐燕，冯轩律师所合伙人，这是相关部门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。香榭丽舍 A 栋2801已被依法冻结。赵小姐，如果有什么个人物品需要取回，可以在24小时内申请，过期视为放弃。冻结？这是我的房子！根据规定，通过不正当手段所得的一切财物，应当追缴或责令退赔。这句话翻成大白话就是：那房子不是你的。林雨，挪用老子的钱去养女人买房子？陆明，你吃了雄心豹子胆！别！报警！用我的手机。赵思思，你与陆明共同实施职工战，请交配合我们回去调查。你有权，你所知、你所说的都将成为呈堂证证。你是故意的，你早就知道了，你是故意的。是的。除夕那天，你在朋友圈发了一条“所有等待都值得”。那天是我预产期，你在等什么？赵思思，等我的孩子出生，还是等我在产房里出不来？林雨，你毁了我！你以为你能全身而退？我们是夫妻，我坐牢了你也跑不了。你以为你能？陆明，这是你亲手写的条款，因男方职业活动产生的全部风险及债务由男方个人独立承担，与女方无任何法律关系。如因男方过错导致家庭财产损失，男方承诺以个人财产全额赔偿女方。白纸黑字，你的签名，你的指印。不，那是我为了防止你破产连累我。对，这正是你当时说的原话。你说你的职业风险大，不想连累我们娘俩。现在协议生效了。签字、按手印，无痛针1000块，你自己出。陆明，我真的快疼死了，你不要和我开玩笑。快点签，就算你在手术台上没了，我给你买了保险，也不会亏。拿笔。快点，麻醉师在等。林雨，你要是早点答应 AA 制，何必受这一遭罪？签字，手别抖。行了吧？医生，可以打了。记住，要在清单上注明，这是产妇强烈要求的自费项目。陆明，刚才签字的时候，你想过万一我死在手术台上怎么办吗？别说这种晦气话，就算出意外，我也给你买了保险，不会亏。那孩子呢？孩子是共同财产，我会尽抚养义务，但它导致你身体产生的trợ教费，得算在你头上。以前那个爱陆明爱到失去自我的林雨，死了。刚才用的止血纱布为什么不在清单上？协议上写的很清楚，除基本医疗外，额外耗材由乙方，也就是我妻子承担。这止血纱布是医生为了止血快用的进口纱布，不属于医保范围，应该单独列出来。先生，产妇当时大出血，那是救命用的，你这时候算这个？救命也是消费，补个单子让他签字，不然这笔钱我拒付。拿来，姑娘，拿来我钱。一共180，微信转我就行。
陆明，嗯，手机拿来。装好了吗？装好了。这180，就当我买断我们之间剩下的情分。那个畜生！我闺女在里面拼命，他在外面算账，那是1000块钱的事儿吗？那是你的命啊！妈，话不能这么说。林宇是成年人，具有完全民事能力。我作为老公，已经在第一时间垫付了，这叫情分。情分？妈，别砸，杯子是医院的，砸坏了要赔10块钱。根据协议，这是因家属情绪失控导致的额外支出，得我出。你看，林宇这就很懂事，咱们都是讲道理的人。正好妈也在，咱们把除夕那晚的账算一算。除夕夜，表弟家的孩子不是推了林宇一下吗？导致林宇提前发作，虽然最后生产了，但这属于意外事件。那孩子才5岁，懂什么？孩子不懂事，林宇你是大人了，怎么不知道躲？你这一摔，把大家都吓坏了，家宴也没吃成。姑姑刚才在群里说，孩子回去被吓得发烧了。所以呢？表弟一家通情达理，不用咱们赔精神损失费，但这笔打车费、急诊挂号费以及后续可能产生的费用，属于因你的过失导致的扩大损失。按照过错原则，你得承担80%。你还是人吗？那熊孩子从后面推的小雨，小雨当时挺着大肚子，肚子那么大了，怎么躲？你要小雨赔钱？监控我都看了，走廊那么宽，他非要走中间。红包，我可以给。我就知道你识大体，那你现在就给姑姑转过去。不急。转账之前，你先把住院押金还我。什么？住院押金3万块，我刷的卡。根据民法典，生孩子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，费用由夫妻共同承担。你既然要跟我算细账，那就按法律来。这3万你转我1万5。林宇，你现在跟我谈法条？不是我要谈，是你逼我的。除夕那天，你妈打碎我一支迪奥粉底液580，你侄子弄脏我羊毛地毯，干洗费300。你刚才吃的鳗鱼饭用的是我的美团会员红包，抵扣了8块钱。陆大律师，把这些也算一算，再来跟我谈给熊孩子发红包的事儿。你疯了？妈还在这儿，你丢不丢人？丢人？你让我签无痛协议的时候觉得丢人吗？还是说你那年薪200万的体面，全是靠压榨老婆省出来的？我是为了这个家，我在外面打拼，把钱都投资理财了，为了以后换大房子，为了孩子上国际学校。行，理财是吧？那把理财账户打开我看一眼，正好我妈在，让她也安安心。账户要向合规部申请才能查。既然你这么不可理喻，我先回律所了，还有一个案子要开庭。孩子你和妈看着，没事别给我打电话，我很忙。小雨，这日子还能过吗？过不了。那咱离，孩子我给你带。离是一定要离的，但不是现在。现在身无分文，还在坐月子。陆明是个精明的律师，如果现在提离婚，他能让我净身出户，甚至背上一身债。这3年他转走我所有的工资，加上婚前积蓄，起码100多万，这笔账必须算清楚。喂，你能不能把家那台旧笔记本带过来？我在医院太无聊了，想看剧。让我专门跑一趟，就为了送电脑。反正你下班顺路嘛，月子里什么都干不了，孩子又一直睡，我真的闷得慌。行了行了，晚上给你带过去。给你，别看太久，对眼睛不好。密码还是你生日吧？废话，我又没改过。对了，这周别忘了把信用卡账单还了，我这边理财到期还早，手头紧。师母真辛苦，肚子这么大都不怎么打扮了，还是陆绿藤人，怕您累着。难怪他要省钱，难怪连1000块的无痛都要跟我算计。原来他在给另一个女人和孩子筑巢。那1200万里，有我这3年上交的工资，有我省下的菜钱，甚至有我 AA 无痛针的钱。用我的钱装他的好人，养他的情人。陆明，你是不是真的觉得我不会反抗？爸爸回来了，叫爸爸。真丑。这
这是什么意思？正好你在，把这个签了。我想了想，之前的理财风险太大，为了给女儿留个保障，把咱俩资产做个切割。我收入虽高，但职业风险也大，万一她利索赔了，不想连累你们娘俩。而且这份协议是你补偿上次摔倒给家族造成困扰的表态，如果你不签，如果不签怎么样？那就别怪我不念旧情。我的手段你知道，如果你坚持离婚分财产，我有办法让你一分钱拿不到，连孩子抚养权都得不到。我现在手里握着他和赵思思的购房合同，他在案子里动用了客户托管资金付首付，这不仅仅是离婚官司，这是牢狱之灾。行，为了表示诚意，我也加个条款。什么？既然是分割，我的债务得明确，这3万生孩子的钱写进去作为我个人债务，以后不能赖你头上，对吧？当然，必须写清楚，这是你自己的消费。陆明，这可是你自己要求的，希望你别很快后悔，这一刻没多给我买一包尿不湿。游戏才刚刚开始。原来人心变冷是有7度可循的。妈，帮我看着他，不管谁来敲门都别开。你要干什么去？不去哪儿，就在家，就在家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是那个连买菜都要问他意见的林雨，我是一个猎人，而猎人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摸清猎物的底牌。现在我读懂了，那不是一个实习生对师母的礼貌，那是胜券在握者在审视落败者。那天你跟我说去法院开庭，我信了。我大着肚子在家给你熨衬衫，你在售楼处的样板间里跟另一个女人看你们的爱巢。陆明，你连撒谎都懒得用心。痛苦是一种燃料，烧得越旺，头脑就越清醒。这个 Apple ID 是我们结婚那年注册的，他说共用方便，后来我才明白这是他监控我的工具，但他忘了这把刀是双向的。找到你了，400万首付，他年入200万，但这3年他吃我的住我的用我的，自己的钱全在理财里取不出来。那这400万，陆明，你给自己掘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坟。恒强集团，他的大客户，那个上市公司的并购案，他是项目负责人，而托管账户是律所带客户监管的专项资金。这笔钱不是你的，你挪用了客户的钱。光有截图还不够，我需要拿到盖了章的复印件，需要更硬的证据。猎人的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，而猎物还不知道，他的底牌已经被人摸得一清二楚。去年陆明说绿组要办高端酒会，硬拉着我去国金中心买的。我当时以为他终于舍得为我花钱了，后来才发现，他刷的是我的信用卡，账单是我自己还的。小雨，你穿成这样是要去见谁？见一个老朋友。林雨，你要做什么我不问了，但你要记住，孩子需要妈妈。妈，就是为了他，我才必须把这件事做完，为了让他以后不会像我一样被人踩在脚底下，还要笑着说谢谢。这个地方我太熟了，在嫁给陆明之前，我做过3年房产中介，最好的1个月，我一个人卖了4套，提成拿到手软。要不是后来被他说服放弃事业，我现在的收入未比他差。而这3年的经验告诉我一件事：销售顾问不是机器，他们是人，是人就有欲望，有弱点，有可以被撬动的缝隙。女士您好，是来看房吗？需要我为您安排一位专属顾问吗？不用，我找陈经理。前台有位女士找陈经理，请问您有预约吗？没有，你跟陈经理说赵思思小姐的表姐来帮她处理一下合同的事儿，她知道的。陈经理有位女士找您，说是赵小姐的表姐。您好，我是陈浩。您说您是赵小姐的表姐。思思这2天身体不太舒服，让我过来帮她跑一趟。哎呀，赵小姐身体怎么了？没什么大问题吧？女人家的事儿。
那您这次来主要是想处理哪方面的合同事宜？主要是两口子闹了点别扭。两口子？小年轻嘛，感情好是真的，吵起来也是真的。这次闹得凶了点，思思脸皮薄，不好意思自己来，让我过来帮着看看合同。就是陆律师，他们俩的事儿你大概也知道一点。思思现在闹情绪，怀疑陆明在合同上做了手脚，说不放心，让我来拿一份复印件回去看看。这个合同都已经网签了，复印件应该在陆氏那边多才对啊。而且上周陆律刚来过，和赵小姐一起看的装修方案，看起来挺恩爱的，怎么突然就……男人嘛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。思思现在怀孕了，敏感得很，非要自己看看合同。你说他闹归闹，万一真因为这事动了胎气，陆明那边谁都不好交代，是不是？这样，您稍等，我帮你想想办法。不过复印件这个正常是只能给买油人本人的，我得跟领导申请一下。当然。对了，上次思思说你们服务特别好，让我带点东西谢谢你，不是什么值钱的，拿着抽。您太客气了，那您稍等10分钟，我去档案室调一下。不急，慢慢来。万一陈浩给赵思思打电话核实怎么办？万一他要求看我的证件怎么办？万一赵思思刚好就在附近，直接冲过来对证怎么办？久等了，合同的主要页面都在这里了。担保条款那一页我单独给您复印了一份清晰的，不过咱们得按流程来，您签个字，就写赵思思的名字带领就行。没问题。林雨2个字我不会签，那是我身上最深的枷锁，而这一刻我要解开的正是这道枷锁。麻烦你了。应该的，替我向赵小姐问好。你好，学院律师吗？我是林雨。林雨，陆明的。对，明天下午3点，老城区梧桐巷。白噪音咖啡店。到了，报我的名字。陆明，你以为自己布了一盘天衣无缝的棋，但你忘了，下棋的不止你一个人。坐，你的气色比我想象的好。刚出了月子，全靠粉底撑着。你知道我和陆明有什么过节吗？知道个大概。3年前他抢过您一个案子，还向律协举报过您，您被调查了半年。没错。那个案子我准备了整整8个月，关键证据是他收买了我当时的助理，在开庭前一天泄露了我的答辩思路。律协的调查虽然最后还了我清白，但那半年够他把我手下3个最大的客户全部撬走。所以你来找我是想让我帮你打离婚官司。林小姐，如果你只是想要抚养费或者精神损失费，我可以给你介绍别的律师，打这种小官司。不是。这不是离婚官司，这是刑事案件。我以为我这辈子已经见过足够多的人渣了。产乳期护理店12.5，一次性产帽3元，医院食堂外送服务费5元，1000元，甲方承担0元，乙方全额承担。你在产床上，他让你签这个？对，你签了？签了。他按住我的手签的，说手不要抖，指纹要清晰。那我问你，你知道这一条意味着什么吗？挪用客户资金，职务侵占，如果定罪3年以上10年以下。你还研究过刑法？一个月子里哪有力气研究刑法？但我以前做房产中介的时候，见过因为挪用客户定金被判刑的案例，基本逻辑是通的。而且这是上市公司的监管账户，如果我没猜错，这个账户的合规要求比普通托管账户更严格，资金流向一旦被查，瞒不住的。你说的对，恒强集团的托管账户走的是券商的3方监管，每一笔资金变动都有银行留痕。陆明从这个账户里挪走了200万付首付，转账记录就是铁证，截图你有了，原件我可以通过法律程序调取，够吗？够他在牢里蹲10年。职务侵占罪，刑法第271条，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本单位财物，数额巨大的3年以上10年以下，100万属于数巨大。而且他侵占的是上市公司的托管资金，这意味着还可能涉及证券监管层面的处罚，到时候不只是坐牢，他的律师执照会被报销，在金融系统留下案底，这辈子都别想再碰法律服务。不过还有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想过陆明为什么这么急着让你签那2份协议？无痛资费协议和婚内财产分割补充协议，这2个东西放在一起看，他的意图太明显了。还有一个问题，
你有没有想过陆明为什么这么急着让你签那2份协议？无痛自费协议和婚内财产分割补充协议，这2个东西放在一起看，他的意图太明显了。什么意图？他在做切割，他想在你发现真相之前，把所有可能被他连累的东西，包括你这个妻子，都从身上剥离掉。这不像是一个要维持婚姻的人会做的事。你的意思是，他可能已经预感到自己快暴露了？恒强集团的审计通常在年底，他负责的那个并购案资金流水迟早要被核查。如果他预感到自己撑不过年底的审计，那他现在的所有行为都说得通了：转移资产、切割债务，稳住你不闹事，然后在东窗事发之前跑路。他给你签的这份协议，核心条款是你放弃追溯夫妻共同财产，同时你背上所有债务。到时候他跑路了，所有债主都会来找你。他算计了我3年还不够，连最后一条生路都想堵死。但他千算万算，没算到我会翻他的样盘。不过你确定要这么做？这一步迈出去就没有回头路了。他一定会死咬着你不放，用尽所有资源来反击。而且就算赢了，他破产了、坐牢了，你1分钱抚养费都拿不到。你可能还要一个人带孩子，重新从零开始。这些你都考量清楚了吗？这是什么时候拍摄的？3个月前拍摄，预估产期大概在9月。所以当初你在快生孩子的时候，他早已和赵思思相伴，孕育新生命。我不在乎他爱谁，他要爱赵思思也好，要爱王思思也罢，他要给谁买1200万的大平层是他的事，但他花的钱，首付里的每一分，都有我的血。我这3年，每个月工资一到账就被他转走，名其誓约一起理财。我买菜要记账，买衣服要先报备，连怀孕了想吃个车厘子都要看他脸色。我以为这是为了家庭，是为了存钱买房子，结果呢，我省下来的每一块钱都被他拿去住别人的巢。他要我的钱也就算了。但是在我躺在产床上大出血的时候，他为了1000块钱的无痛针让我签字画押。我的命，我女儿来到这个世界的方式，在他眼里就是一笔消费。还有除夕那天，那个熊孩子从背后把我推倒在地，喊的是让你不给我买奥特曼。我当着一屋子亲戚的面摔在瓷砖地上，羊水破了，孩子差点没了。而我的丈夫，那个本该挡在我面前的男人，非但没有给我一个交代，还让我给凶手包红包赔罪。那个爱陆明爱到失去自我的林玉，死在产房。现在坐在这里的是一个只想要公道的人。我要的不是抚养费，那点施舍我以后会靠自己挣回来。我要拿回属于我的钱，要回我3年青春和尊严的代价。好，合作愉快，这案子我免费接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了看陆明跪在地上哭的样子。我等了3年了，不过他跪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在场。3年，我被陆明算计也差不多是3年。你等这一天等了3年，从结婚半年后，赵思思入职那家律所开始。他就是在那个时候变了一个人的。世上真有这么巧的事吗？上车吧，百日宴的计划我们明天开始做。他想演戏，我就给他搭台，一场让他永世难忘的戏。这是百日宴的宾客名单，你看一下。你确定要请赵思思？他是律所的人，这种场合不到场不合适，你别多想。王总是重头戏，一定要安排在主桌，包厢要最好的，酒水不低于这个档次。这预算不太够。你是怎么办事的？我给你的钱还不够，你不会自己贴一点？我养你这么久，你在家什么都不干，连这点事都办不好。我知道了，我试试看。别试，要办好。王总这条线我维护了2年，能不能拿下明年的长发续约，就看这一顿饭了。这是我整理好的百日宴流程，你照着执行就行。对了，把你的手机给我。干嘛？我让小赵给你发个宴会的背景图。你那个审美，我怕你把屏幕搞得跟菜市场似的。行了，我去律所了，晚上不用等我吃饭。我居然为了这样一个男人，贡献了3年的青春和全部积蓄。我只有一次机会。陆明反应极快，口才极好。如果我不能在他反应过来之前把所有证据一口气砸出来，他一定会找到一个漏洞，然后像他在法庭上那样翻盘。坐，你发我的证据清单我看了，购房合同的担保条款是最致命的一击，录音和无痛协议辅助，逻辑链是完整的。按这个顺序走，3分钟内他会经历3个阶段：羞辱、信用崩塌、法律卷进。等他反应过来想抢话筒的时候，观众的情绪已经被你锁死了，他的任何辩解都会被当成挣扎。谢谢。徐律师，我想问你一件事，3年前陆明抢你的那个案子，那是什么案子？一个上市公司的并购案。
跟现在恒强这个案子很像。客户是谁？你想问什么？我想问的是，陆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？结婚半年后，赵思思入职，就是从那时候起，他开始转走我的工资，开始用理财的名义控制我的收入，开始把每一笔家庭开支都做成账本。你的意思是？我不确定，但你说过他收买你的助理，在开庭前一天拿到了你的答辩思路，然后他抢走了你的案子，撬走了你3个最大的客户。这件事刚好发生在赵思思入职前后，而赵思思刚好是他安插在你身边的那个助理，太巧了，是不是？所有事情都发生在同一年，你被陷害，我被他控制，赵思思被他安插进你的团队，又被他救走，而他踩着我们3个女人，同时拿到了大客户和真爱。你比我想象的聪明，但这件事你暂时不要往下挖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现在要集中所有火力打百日宴这一仗。挪用客户资金是刑事犯罪，这是最快放倒他的路径。我明白了。至于其他的，等他人进去了，所有档案都会被翻出来，到时候你想知道什么都能查得到。那我只问最后一个问题，等这一切结束以后，你会告诉我3年前的全部真相吗？会。林雨，你刚才说你被算计了3年，我也等报复等了3年。赵思思她用了3年的时间，以为能从一个实习生的身份变成陆太太，到头来什么都没得到。你陆明毁掉的不是3个女人，是3个人的人生，但他忘了，被控制的人也会有清醒的一天。不会搞砸的，我为你量身定做的这场戏，每一个环节都排练过无数遍，只等主角登场。侧门安排好了吗？2个便衣站位在包厢左右2个侧门，只要他不冲出大门，就逃不掉。他学过泰拳，大学时候还拿过业余组的名次。那我再加1个人守舞台后方，绝对不能让他靠近音响设备。好。小雨，你怎么来了？孩子醒了，一直哭，大概是知道你不在。这么晚了，你一个人在这里想什么？我只是在想，女儿长大以后，如果她问我爸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该怎么回答？都准备好了？明天会有危险吗？不会，徐燕安排了人，警察也会到场，一切都在控制之中。你是一个要强的孩子，你还记得你爸走那年吗？记得。那年你跟我说了一句话，你说：“妈，以后我会保护你。”妈，现在轮到我兑现了，我来保护你们。妈，明天过后，没有人再能欺负我们娘俩。陆明会怎么样？他会发现，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东西都能用算盘打清楚的。师傅，麻烦您帮我测试一下，文件名叫《爱女百日成长记录》。没问题，很流畅。谢谢你，这个视频对我很重要，拜托了。王总正对大屏幕，这个角度，他将是全场第一个看到每一张图片的人。侧门2个保安，舞台后方1个，只要他不冲出大门，就逃不掉。小雨啊，恢复的不错嘛，看来那天摔的也不重。我就说嘛，我们家强强就是跟你闹着玩。谢谢表姑关心，那天确实给我上了一课。强强弟弟也来了吧？让他小心点，别乱。对了，上次陆明说你包2000块红包给孩子压挤的，怎么一直没见着？该不会忘了吧？我跟你说，强强那天被吓得发烧了，我没找你报销医药费已经够给你面子了。您说的是，忘不了，今天一定给您一个交代。我带了，您拿好。这还差不多。行了，我先找座儿去。干什么你大孩子？一个大人跟5岁孩子动手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说了别乱跑，你儿子袖口上蹭的是巧克力，刚才撞翻的是花篮，你吐在地毯上的是瓜子壳。除夕那天他就是用这只手从背后推的我，推死他当时这么喊的，所以别再让我听到闹着玩这3个字。你也是，跟孩子计较什么？这么多人看着呢，别给我丢人。王总，感谢您百忙之中抽空过来，真是太给面子了。陆律师，上次你那个并购方案，改天你来公司当面聊聊。一定一定，今天我女儿百日不谈工作，王总吃好喝好。他指责我丢人的时候，可从来没是一点也不觉得丢人。在原来他所有的体面都给了比他更有钱的人。嫂子啊，你今天气色不错，就是看着还是有点憔悴，带孩子确实辛苦。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女儿小16的百日宴，尤其是王总，还有赵小姐。赵思思，我们所的实习生工作很认真，
这100天经历了很多事情，从产房到月子，从月子到今天站在这里，我想感谢一个人，我的丈夫陆明。他工作那么忙，还要照顾我和女儿，所以我特意准备了一个特别的视频，想跟大家。你搞什么？流程里没这个。惊喜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生孩子打无痛还要签字？要得养护产妇个人体贴。天哪，无痛针都算个人消费，还得画押。王总，这是个误会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陆律师，刚才用的止血纱布为什么不在清单上？这止血纱布是进口的，不属于医保范围，应该单独列出来。先生，产妇当时大出血，那是救命用的，你这时候算这个？救命也是消费，补个单子让他签字，不然这笔钱我拒付。陆律师，这是你的原话。王总，这是合成的，他在诬陷我。这个女人出轨在先。别急，还有呢。连我们也算计进去了。你们不是说是林玉自己摔倒的吗？这表格上写的孩子推倒，2000块红包让受害者出。不是这样的，是陆明说，是陆明让小雨出的，跟我们没关系。那张表是陆明写的，你们看这行字，由妻子全额偿还，是他写的。对，是陆明写的，我们可没要那个红包，都是他主动给的。陆明，你不是最喜欢算账吗？今天当着大家的面，把你那个1200万的大平腾，还有赵思思小姐肚子里的孩子，这笔账也算一算。恒强集团托管资金账户。哇，陆明，你胆子不小啊！陆明，你怎么能？赵小姐，作为职务侵占案的共同受益者，你现在离开恐怕不太合适。你是谁？徐燕，冯轩律师所合伙人。这是相关部门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。香榭丽舍 A 栋2801已被依法冻结。赵小姐，如果有什么个人物品需要取回，可以在24小时内申请，过期视为放弃。冻结？那是我的房子！根据规定，通过不正当手段所得的一切财物，应当追缴或责令退赔。这句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：那房子不是你的。林玉，挪用老子的钱去养女人买房子。陆明，你吃了雄心豹子胆。别！报警，用我的手机。赵思思，你与陆明共同实施职工战，请教配合我们回去调查。你有权，你所知、你所说的都将成为呈堂证证。你是故意的，你早就知道了，你是故意的。是的，除夕那天，你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所有等待都值得。那天是我预产期，你在等什么，赵思思？等我的孩子出生，还是等我在产房里出不来？林雨，你毁了我！你以为你能全身而退？我们是夫妻，我坐牢了你也跑不了。你以为你能？陆明，这是你亲手写的条款，因男方职业活动产生的全部风险及债务由男方个人独立承担，与女方无任何法律关系。如因男方过错导致家庭财产损失，男方承诺以个人财产全额赔偿女方。白纸黑字，你的签名，你的指印。不，那是我为了防止你破产连累我。对，这正是你当时说的原话。你说你的职业风险大，不想连累我们娘俩。现在协议生效了。站住！小雨啊，你看今晚这事儿闹的都是误会，我们也不知道陆明是这种人，要是早知道，那是他的事儿。现在我们算算你们的事儿。现在我们算算你们的事儿。除夕那天，你家强强从我背后把我推倒在地，我当时怀孕38周，这一推让我提前发作大出血，差点在产房里出不来。那是意外，孩子才5岁，懂什么？你跟一个孩子计较？5岁的孩子确实不懂，但你呢？事发时你在场，你亲眼看着你儿子从我背后冲过来，亲眼看着我摔在瓷砖地上，然后你没有打120，没有扶我，甚至没有骂你儿子一句。你做的是走回饭桌前，加了一块红烧肉。根据规定，无民事行为能人造成人损害的，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。医疗费2万3，误工费我产前月薪1万5，产后恢复期按6个月计算9万，护理里、营养费、后续康复费总计8万6千元整。你抢钱啊？那是意外，你不讲道理。
我不讲道理。陆明让我包2000块红包给你儿子押金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不讲道理？不给也可以。那位是徐燕律师，全国排得上名的替人民发声的正直律师。刚才的视频你也看见了，你纵容孩子对我推搡，事后还伙同陆明对我进行精神胁迫，企图让我反向赔偿。如果我把这份鉴定书和现场视频提交给相关部门，进去可能不至于，但是你孙子以后前途可就不好说了，到时候后悔也没有用。我们给。除夕那天你说摔一下又不会死，矫情什么？现在你不用说话了，支付成功的提示音就是最好的。王总，这位就是林宇，所有证据都是他一个人搜集的。林小姐，恒强集团会全力配合你走完后续的相关程序。陆明挪走的钱，我们会通过相关正常途径追回。王总，他已经有我了。行，那我就不多事了。对了，林小姐，以后有需要随时来恒强找我。谢谢王总。证据链完整，人证物证口供一条都不缺。陆明这案子神仙也翻不了。赵思思呢？他是共同受益人，他可以主张不知情，但房子在他名下，他要证明自己完全没有参与很难。最后怎么着，那套房子也得吐出来。你准备了3年的案子，今天终于结了，什么感觉？说不上来，不是高兴，是松了一口气，好像一个背了很久的东西终于可以放下了。你呢？我生完孩子那天，陆明在产房门口跟护士长说，救命也是消费。今天我想跟他说一句话，但没说出口。现在想想，不说也好，有些话不需要说出口，做了就够了。什么话？真正的消费是把他这种烂人从我的生命里彻底清除。服？走吧，后面还有一堆相关程序要跑，离婚诉讼、财产垂婚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。你不会以为今天这场戏唱完就完了吧？当然没有，不过最难的那一关已经过了。1378642元3角，这是陆明3年里从我这里转走的全部，每一笔我都算清楚了。徐律师，我对着银行流水，医生重新算了一把，数字确认了，最终追回来的大概112万，加上利息和延迟履行金，到手126万左右，少了10几万。那部分被他套现花在赵思思身上了。那套意大利进口家具，拍卖成交价只有3折。3折？我投入了全部，回收的是一堆残值。残值也是值，126万够你重新开始了。婚前偷偷留下的最后一点私房钱，2000块，3年了，他安静地躺在那里，像一粒被埋在冻土下的种子，等了3个冬天，终于等到春天。陆明如果知道，大概又要说浪费钱，但那是我自己的钱，每一分都是。赵思思的案子结了，刑拘37天，检察院没批捕，证据不足以证明他知情参与挪用，取保候审，释放。但出来之后什么都没了，房子被拍卖，他父母凑的首付那部分退了，剩下的钱追缴干净，孩子也没保住。拘留期间精神压力过大，流产了。律所的圈子他也待不下去了。百日宴那晚的事儿，3天之内传遍了所有实习生群。他面试了10几家律所，每一家都在最后关头问同一个问题：你跟陆明是什么关系？他现在呢？没有一家敢要他，回老家了。据说在一家房产中介做前台，月薪4000。仇报，你不顾夫妻情分，你丧良心。无痛自费协议。您的儿子给我签过什么？您看清楚了吗？不是陆家老太太吗？就是啊，昨晚去人家门口闹。林宇，你能不能给我存点钱？这里面东西很贵，牙膏、肥皂、卫生纸都要钱。以前的事儿是我做的不对，但能不能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，给我存点生活费？不用多，1个月500块也行。这里面好像没有包括探视前夫并提供生活费这一项。可是我是为了这个家才……省省吧，这钱我有，每个月500块，1年6000，就算给你存10年，也就6万块。我的产后修复中心第1个月就赚回来了，哪怕是扔水里，我也能听个上。但给你，我不乐意。陆明，
这1000块的无痛钱，你当时没出，现在你的人生想要无痛，晚了。林雨，自由的味道。280平，3面落地窗，你这不像在开店，那像什么？像在造一座堡垒。小雨，你这店真漂亮，真气派。那个，我想办张卡，这个产后修复的，我看别人家太太都在做，你看能不能给个内部价？咱们毕竟是亲戚。不好意思，没有折扣。啊，那也行，原价就原价。你看，另外，因为你在我们的特定黑名单里，所有服务费都需要加30%的物价费。什么黑名单？我们有一个老客户特别保护计划。对于有过特定行为记录的客户，会在标准价格基础上加收情绪价值附加费，这是条款。为什么林雨？再怎么说我们也是亲戚。表工人，他们要一边帮你做腹直肌修复，一边听你讲当年那个孕妇被推倒只是闹着玩的故事。这种劳动是有成本的。根据情绪价值自理协议，这钱得你出。你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，请您缴费。走了。会走路了，再过几天你就能追着妈妈满屋子跑了。投影仪架好了，虽然没人看。去年除夕你在干什么？躺在产床上，大出血，签一份1000块钱的自费协议。今年呢？今年花了5000块租了这栋别墅。以前花5000块，我会心疼的睡不着觉，脑子里反复换算，这能买多少包尿不湿，多少罐奶粉。现在我只觉得这海风吹得真舒服。林雨，你女儿把龙虾钳子抢走了。妈妈笑。好，妈妈谁都笑。妈妈好看，好看。你还恨他吗？上个月看守所那边来消息，说他托人想见我一面。